Even if we fail, we lay the trail for those who will come after. Right? We are Expedition 33. 你是否在意过音乐？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我是笔记。来吧，年度音乐！我认真的把整整154首原声带都听了个遍。当我打开游戏的第一个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该认真对待了。这几集就来简单聊一下吧。有别于之前是单讨论一首歌，这次会把比较重要的3个主题都聊一下。那么我们进入主题吧。光与影33号远征队。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主题应该是 Alicia， 不过我一开始代入感重了点，所以会以目前播放量比较高的 Lemire 开始。毕竟以故事顺序来说，这才是起点。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卢明的欧洲城镇。自从世界的大崩裂以后，被孤立在了海上。那场大崩裂让许多人因此丧命，但灾难远未结束。在那之后，大海的另一岸出现了一块巨石，每年都会有一个被称为惠姆的女巨人出现，并由100开始向下递减，一笔一笔的让巨石上的数字越来越小，而只要超过这个数字年龄的人们，就会遭到抹煞，消失灭迹。卢明城的居民们为了对抗抹煞，每年都会组建远征队前往大陆，但都杳无音讯。渐渐的，大家接受了这个慢性的大屠杀，并发展出一个文化。到了抹煞的那一天，城里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让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们能够在最后有个体面的终点。与其绝望地等待死亡，不如积极地去面对最后一刻，并好好地跟亲人道别。这是一场大型的告别会，也同时是一个新的开始。33岁的古斯塔夫发明了全新的战斗装置，今年他将与妹妹马艾尔一起加入远征军，带着卢明的希望远征惠姆。但在这之前，他想陪伴大他1岁的苏菲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即使他们已经分手，他依然与苏菲一起度过1年1度的抹煞日。随着巨石的数字从34减到33，古斯塔夫将苏菲化为花瓣消失的模样映入眼帘，在无声的悲伤中，坚定了打倒惠姆的决心。这首歌很特别的在于，它高度配合了叙事和世界观，高到什么程度呢？你甚至能在佩奇的安排上听到城市的样貌。开头就是女生 solo， 配合一点不协和的和弦，用法没有上期说的路德维希主题曲那么有冲击力，而是带出一种悲伤中试着积极阳光的优美感。很快的吉他就加入了整个合奏，最后在副歌的时候加入了所有的乐器，将整首歌的动态抬起来。男生也在此时开始合唱。试想这个画面啊，像不像一开始苏菲在广场上独唱，路涅听到后默默地拿起吉他加入伴奏，古斯塔夫也在氛围的影响下被苏菲拉着一起唱歌呢？Vacarme s'en va dans l'oubli éternel et Gustave dom guardiam dilim 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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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lutes seradorilam seram dim di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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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 di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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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 da di dam dim di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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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 di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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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 da di dam dans là-haut sera ravi les toits à sur noir gris fera clair obscur trouble de rature trouvera effet clair obscur bordé aux peintures trouvera sans elle clair obscur trouble de rature trouvera effet clair obscur bordé aux peintures trouvera sans elle。2段副歌过去之后，一段小提琴和大提琴的间奏，仿佛卢明城居民小孩子穿梭于大人之间嬉戏，大家互相提携，渐渐围到合唱的2人身边。
最后的合唱则是卢明城居民们一同随着音乐唱出心中的希望，同样也象征着远征队的决心。Clair-obscur troublera-tu, courbera les fers. Clair-obscur, noir et haut, peinture trouvera sans air. Clair-obscur troublera-tu, courbera les fers. Clair-obscur, noir et haut, peinture trouvera sans air.这首歌包含和映射的层次非常丰富哦，完全能够展现出卢明居民们对现实的绝望和对未来的期望。这种打从心底恐惧，但又不得不试着面对现实并乐观应对的情感，在这一首歌中一览无遗啊！我被这首歌吸引的原因，听歌喜好当然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啊哈。不过除了这部分以外，我特别喜欢作曲家 Lorien Tester 的在这首主题里面的巧思。作为一个主题旋律，理所当然的会出现在游戏的各个角落。基本上只要是与远征队相关的剧情都会出现这首歌。另一个出现这个主题的场合则是古斯塔夫。古斯塔夫的主题曲就是一段属于自己的动机，再结合卢明的主题，是原因嘛？我真的不知道。每一个角色都拥有自己的主题曲，偏偏就古斯塔夫和卢明城的结合了。这个我想了很久，是要让它代表卢明城吗？那路涅和希尔的立场又在哪里？或许是想要配合游戏初期剧情误导大家他是真主角。但当玩家得知这首歌曲名的时候，却已经是第一章结局后才能捡到的唱片了。不然就是城市空中飞了一个埃菲尔铁塔，然后埃菲尔铁塔在历史上的创作者是古斯塔夫·埃菲尔。这样其实换个角度想，倒是有个挺不错的解释方法。这个主题动机，我们将其归类在远征队主题的话，就能在各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了。首先，古斯塔夫发明了圆光转换器，这让33号远征军成了史上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支军队。古斯塔夫承载着整个城市的希望出发，那么他的主题中带着卢明的主题就挺合理。除此之外，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带有这个主题的曲目，比较重要的出现场景包含了远征队出发时的演讲，还有古斯塔夫试图振作起来的剧情。当你到卢明旧城时的战斗用的也是这一首，接着就是刷头巾伤人的战斗曲。喂，来聊聊下一个主题吧。没错，理论上是真游戏主题的 Alicia。这首歌就没什么争议了，完完全全的就是艾莉西亚主题。只要是关于它的剧情场合，一律都是这个主题动机。当你进入标题画面，浑厚优美的声乐马上就将玩家带入情境中。哎呀，完全打中我的喜好。非合唱的美声唱法在游戏中不常见啊。上次听到比较类似的已经是 FF15 的 Summoners 了。这么古典浑厚又这么有美感，还拿来当主题曲用，甚至贯穿整个游戏。本来还在用 LIX 加 XGP 游玩的我，直接冲去 Steam 研究买一次，满怀敬意的戴上耳机开启游戏。对，在片头听完才进游戏，这种感觉好久没出现了。美到窒息，美到极致。你会注意到它的主歌、副歌拍号是不一样的，3/4拍和4/4拍交错，所以听起来会很像华尔兹般的跳舞。跳到一半时，女主角突然停下来，灯光全部打在舞池正中央的她，由她缓缓诉说一段凄美的故事。Lorien 说过 ，Alicia 的灵感来自于她观看的一个舞者慢动作舞蹈的影片。所以各位在刷跳舞短片的时候，不是在浪费时间，你是在为未来的神曲打基础，懂吗？题外话，这首歌是奠定作曲家们合作关系和流程的初期曲目之一，也让监督大受震撼，马上确定这就是游戏主题曲。细已经探头的玩家最早会在第一章结束以后入手这首歌的唱片。我当下看到歌名就觉得，这跟开场某首歌主题一模一样呢，我是不是被官方剧透了？最后是第3大主题，怀念。震撼人心的战斗曲，我不太确定用了这个主题动机的曲子根源该归类在哪一首，不过这首估计是最有名的。
我想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一起来感受一下吧。知名的雷诺瓦主题曲，男女合唱象征的是夫妻之间的灵魂呐喊，双方都在试图传达自己所想。女生大多为美声，唱的是内心的悲伤；男生则多为吼腔，撕心裂肺的希望女方清醒，多么令人动容，是吧？间奏同样有着非常明显的两样乐器对撞，小提琴和电吉他相互标着高难度技法，表达出双方的情感纠葛，不愧其名，用一生去爱。猥琐作为核心人物之一，代表着他的钢琴也在情感沉淀处出现，像是被无奈的夹杂于其中一般，陷入痛苦的风暴。用话语去描述十分诗意啊。然后画面上很像老爸拿着电吉他在跟老妈对话，想象一下你爸你妈吵架的时候拿着电吉他在那边 riff。其实比起老爸主题动机，我更倾向于这首是所有关于爱的主题。毕竟出现的地方除了抹煞发生、雷诺瓦战斗曲等等场景以外，更妙的是本作最强大的 BOSS 西蒙同样也用了这个主题。唱片中也有一首歌是陆涅弹的吉他版，最后结局选择时也用了片段。如果套用在西蒙对克雷亚的爱情，以及陆涅对父母的思念，主角间的感情，我想都是十分切题的。对了，3首主要的 BOSS 战斗曲总时长加起来刚好是33分钟整，厉害吧？说完了3大主题，我们还能来看看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对了，这个很难想象这和前面出自于同一款游戏。这是主要角色之一莫诺科的主题。轻快的萨克斯风让它成为独树一格的曲目，还有那个神奇的，实际上是出自于莫诺科的口头禅。虽然游戏内没有什么地方使用到这首歌，但不妨碍成为标志性的音乐之一。这是水下世界浮流域的战斗音乐。巧妙地使用了声呐的音效，让人置身于空灵深邃的深海，宁静中又预示着即将来袭的危机，沁入脑海的奇妙感受。题外话，这个区域的 BOSS 战斗曲《Rain from the Ground》曾经是 Lorien 自己的弃案之一，是监督听了十分喜欢才救回来的。而这首曲目中很神奇的含有克雷亚的主题在里面，原因我到现在也没能明白，也许在暗示金元怪的来历。说完啦，老实说，33能不能进 GOTY 我不敢说，但入围最佳音乐基本上是稳的。今年上半年刚过世吧，结论也不能下太早。目前为止，我认为比较可能的竞争对手大概就 Doom 和还没有出的《死亡搁浅2》、东崎刚、焦力全开等等。我个人是十分支持33拿奖的，毕竟人家花了5年的时间去做，一听就能感受到制作组满满的爱。看到许多对于剧情上的评论，我自己在玩的时候反而没那么冲击和割裂感。除了开头的演出美到出乎意料以外，路上捡到挺多唱片都暗示不少剧情了，以至于后续的发展都猜得差不多了。当然，歌词剧透的可就更加直接，但这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听得懂。整体而言，故事逻辑是对的，发展是合理的，音乐能让人深挖，对我来说就像宝藏山一样，真的是爱不释手。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边，接下来也会继续讨论有趣的游戏音乐。那么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